道教是世界上最珍视生命的宗教，尊重女性，崇尚男女平等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这就是和谐和平衡。天地万物只有阴阴和谐才可长久。道教女性在自身修行修养行持上，为后人做出卓越的贡献，为女性树立了榜样。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阴柔的象征，也即是道的体现，弱者道之用。道祖把这种美德用在政治、修身、生活上。这个弱者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种软弱，而是似水一样的柔弱之性，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上善若水，水是德的体现。正是这种柔弱之道，却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源。厚德载物，正是它涵容万物的特性，无为而自治，化万物为自然。柔弱胜刚强，蛇存齿亡，能够保存下来的一定是柔软的。因此在道德经中，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聘长以敬圣母，知其雄，守其雌等贵柔重阴的话语。原因隐秘要亦云：阴者，因为无也，无则能变化，能无能有，出生入死，包容隐贤也，如临军之用兵法也。六阴无形，用之则应。凡有道之事用阴，无道之事用阳，阳则可测，阴则不可穷也。所以说道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女性的阴柔之美及勤劳质朴、吃苦耐劳、慈祥和气、温柔善良、聪明智慧、含容不争等美德哲理化，将女性所特有的性格归于伦理道德，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道教自东汉末流行以来，有一个理论主旨是一直坚持宣扬的，即现实世界中，不论是享受荣华富贵的人，还是挣扎在贫穷线上的人，不论男女，只要学到积德、建功立业、精修勤练，均可得道成仙。这种平等观念对女人追求身体健康、长寿，进而谋求解脱现实痛苦、超越自我是有吸引力的。因其宣扬的得道成仙均与个人的实践活动相关，于是各朝各代涌现出众多修道有成的著名女子，她们或者开山立宗、传徒授地，或者登坛斋教、主持科仪。她们一个个虔诚敬业，至于修道，或文采飞扬，阐扬教理，教化众生；或工于女金丹，不懈修炼；或潜心医理，草药治病救人；或擅长斋教伏击，播种善恶，皆因有杰出的善行功劳及女丹修道正果而受尊敬。他们在道家界的地位影响是卓著的。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被尊奉为道教4大女神之一，飞升后与西王母一同管理女仙事务的南岳夫人魏华存。她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仙号，叫子虚元君。魏华存祖师字贤安，魏晋时代的人，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个女道士。她在凡间的故事非常与众不同。根据魏夫人传中记载，幼儿好道，静默恭谨，读庄老，五经百事无不该览。至暮神仙，为真丹玄，欲求冲举，常服胡麻伞、茯苓丸、吐纳气液，舍生一境，常欲别居闲处，父母不许。可以看出来，魏夫人从小就与其他女子不同。在古代，女子一般要学习女工，然后嫁个好人家，但是魏夫人却不是，她一心好道学，从小就熟读老子等其他道家经典，非常羡慕飞升得道的神仙，连睡觉的时候都枕着道学书籍。为了能够达成所愿，她经常服食胡麻伞、茯苓丸，这2种东西跟何首乌、人参一样，都是延寿飞升的补药，并且勤练吐纳吞金之术。年少的时候喜欢孤独一人修行，就连家中的亲戚来了也不会见，自己想搬出去，家里的父母不同意。想想也是，古代的一个女子有这种想法，太超前，放到现代女子搬出去住，父母还不放心呢。根据《魏夫人传》里记载，年24，强氏太保院南阳刘文，字幼燕，生2子，长曰仆，次曰霞，2子粗粝，乃离阁与世，斋于别寝。在古代，男大当家，女大当嫁一般14岁就开始嫁人了。魏夫人24岁才嫁人，在当时实属不常见。按照古代的规矩，用现代的话说，那就是剩女了。可见魏华存祖师一心向道，不愿意入红尘俗世，但还是要经历情劫，在父母的安排下，嫁给了南阳县令。
婚姻生活对魏夫人来说只是一种形式，生了2个儿子。等儿子稍微大了一点，魏华存就和丈夫分居了。魏华存与丈夫分居之后，一个人独居斋堂，不见他人，潜心修道。终因京城秦制天地开怀，命神人降授31卷上清经，由魏夫人传播于世，遂为道教上清派开祖。魏夫人曾为天师道祭酒，给清虚真人王苞等降授神真之道，景林真人曾授给他黄庭经，后被尊奉为道教上清派第1代宗师，世称南岳夫人。道藏集要第1集收有《原始大洞喻经》3卷，《原始大洞喻经书要12义1卷，《大洞喻经坛一1卷，总论1卷，均题为魏华存书译。据云集期间，上清经术茅山志卷10载，魏华存居修武县，服为修武令时，因明心斋境，累感真灵。位于西晋太康9年288 37岁时，忽有众真下降，清虚真人王苞为其师，并授以太上宝文、八宿引书、大洞真经、灵书子文8道、紫度炎光、石经玉马、神真虎文、高仙羽玄等经31卷，并称此书西授之西城总真君，今已父子，且余以存思指归行事口诀。于是上清经从此而行事。后又有景林真人别授黄庭内景经，考清虚真人王苞字子登，范阳襄平人，安国侯70孙，学到华阴山。关于上清经之下传，真诰卷19真诰续录载，晋哀帝兴宁2年364，南岳魏夫人下降，受弟子琅琊王司徒舍人杨希，杨以隶书写出，又传护军长史勾容许密，并第3西上寄传许会，二许又更其写，修行得道。天帝令清虚真人下凡授上清经度化魏夫人。清虚真人来到斋屋里，对魏华存说：你专注三清，勤苦到如此境地，我等受扶桑大帝君之命，特授你神真之道。说完拿出了31卷上清经。清虚真人面向北面，恭敬地直书而注，奉太帝的命令，于今良辰吉日，以包悉经思于阳落山所授的宝书，传与魏华存，即31卷。华存当谨守民法，修真成仙。有谢我书者，身为下鬼，足及一门。注罢又说：此书当传真人，不仅我得如此，你今获此，皆太帝的命令。自我之后，当有7人得到它，至华存即是第4个人了。魏夫人得到上清经后，日益苦修，修为大进。后丈夫死，中原战乱，魏夫人南下继续修行。魏夫人一路南下，沿途治病救人，弘扬道法。魏夫人勤奋诵习上清经，宣讲教化，形成了以士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道教上清派。上清派在炼养方法上改变了过去从符箓禁咒和烧炼金丹，而为专炼人体的精气神，以求长生久世之道，成为一套综合医学、仙道、巫术为一体的，以炼神为主的存享进宫。据南岳志记中所录的《南岳魏夫人传》内传云：10年80，仍颜如少女。在83岁的时候，她闭目寝息，饮而不食。7天后，西王母派众仙来迎接她升天。后代唐朝诗圣杜甫写到恭敬魏夫人，群仙家翱翔，记录了当时魏华存飞升的情况。一群仙人驾着鹤车来到观前的李斗坛相迎。魏华存在飞仙石上托剑霞举飞升。魏华存祖师升天后，被天帝封为紫虚元君，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，与西王母共同管理天台山、沟山、王屋山、大霍山和南岳衡山的神仙洞府。南岳夫人魏华存是南岳道派最具出名的仙人，世传欲往西池夜王母，且来南岳拜夫人。诗仙李白也写诗纪念他寻仙向南岳，应见魏夫人。传颂道门女神，功德无量，福生无量天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